最近房地产市场好像很冷清，交易量萎靡，价格不怎么动，心如止水，市场也如止水啊。Norman 年初视频预测的降息一直在推迟，它还会来吗？挂牌数量暴涨，买家数量跟不上，怎么破？销量低迷，但价格仍然在上涨，这又是为啥？公寓和独立屋是不是冰火两重天呢？以及2024年的小阳春要结束了吗？多伦多房地产市场最近怪象频出，真的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呢。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 Norman， 今天的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多伦多房地产市场中的奇怪现象。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能帮到您，唯一的请求就是帮我点个免费的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怪象一，加拿大人民已经水深火热了，利率为什么还依旧高企？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隔壁的美帝它要加息，加拿大小国寡民，只能跟着美国一起加息。美国加息是要割全世界的羊毛的，如果美国加息，加拿大不跟着加，就会造成加币美元汇率崩盘，加币贬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美国利息高，加拿大人就会把加币换成美元存起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益。这么干的人多了，买美元卖加币的人就多了，加币也就贬值了。加拿大很多东西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比如蔬菜、水果、肉类。如果加币大幅度贬值，我们就会看到鸡蛋一盒5块钱变成10块钱，这是加拿大政府和普通民众都无法承受的通胀压力。加拿大和美国经济嵌套的非常深入，所以加拿大只能照抄美国的利率变动政策来保证汇率的稳定。加拿大的汇率跟美元在过去2年中确实是保持了相对稳定的。顺便说一下，美国是怎么通过周期性的加息和减息来割世界人民羊毛的。世界人民做生意是需要通用货币的，像斯里兰卡、毛里求斯、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自己发货币可能境内是认可的，拿到世界上其实是买不到别的国家的东西的。连俄罗斯收了印度这样的大国的货币卢比，也根本花不出去。后来俄罗斯卖石油也不要卢比了。想要做世界范围的贸易，小国需要用美元才能买到东西，所以在美元利率低的时候，各个国家会想办法借美元或者欧元这样的相对广泛接受的货币来参与到世界贸易中。这个时候，某小国借了10亿美元来发展经济，借的利息比如说是 2%， 此时汇率1小币换1美元，所以债务其实也是10亿小币。发展了5年，债务到期了，美元也开始加息了。小国人民开始卖出本国货币，买成美元来获取更高的利息，换的人多了，最终小国的货币汇率就崩溃了，可能跌到10小币换1美元。这个时候欠的债务就变成了100亿小币了，债务压力可以说变成了原来的10倍。小国还不上10倍的债务，为了不破产，只能勒紧裤腰带以及贱卖国有资产来还债，比如租赁港口、采矿权等。等若干年后，美国再次降息，小国经济再次发展的时候，美国在高价卖掉一些之前贱价收过来的小国国有资产，就完成了剪羊毛的过程。周而复始，剪羊毛就像剪韭菜一样，剪不断，理还乱。美国能这么做，是因为美国确实经济和综合实力依旧是世界霸主。这么做很坏，但是美国它可以这么做，而且这么做了受益，所以它这么做了。加拿大作为一个小国，为了利率不崩盘，只能选择加息，让资本不大量外流。所以加拿大人民已经水深火热了，依然没有办法大幅度降息。我猜测加拿大最近经济环境开始变差，失业率也开始微涨，可能会在美国开始降息前优先开始降息。不过即使降息，美国和加拿大的利息差也不会特别巨大。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等6月份的加拿大国家利率 announcement 会议来解答了。怪象2，利率没降，多伦多房价却提前开始涨了。虽然利率不是为了调整房地产市场而制定的，但是利率高低确实对房价走势有明显的影响。只看利率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它们基本上是负相关的。让我们看看这张房价和隔夜利率的图表。这个图表追溯回2020年，从2020年开始，房价是在不断上涨的，直到2022年2月来到了历史高点。之后就开始掉头往下走了，虽然后来有一些反弹，但是一直没有涨回2022年的高点。很巧的是，加拿大的利率也是从2022年2月之后开始涨的，一路向北，涨到一个峰值之后横盘至今。
为什么利率涨了，房价就会开始跌呢？如果我们只考虑利率因素，一个人的收入不变，那么理论上讲，他每个月可以用来支付房租或者贷款月供的数额也是不变的。比如2%利率的时候，出月供4000，可以负担108.4万的贷款，按20%首付计算，大约能买130万左右的房子。同样的情况下，如果利率是7%，还是月供4000，这个时候只能负担60.8万的贷款，买差不多70万出头的房子。这个可负担性的对比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利率上涨了，房地产市场里的买家，尤其是自住房的买家，可负担性几乎腰斩了。这也是为什么随着2022年开始加息，房价是明显在往下走的，到现在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如果不只考虑利率因素，叠加上利率以外的其他因素，比如通胀、人口增长，房地产市场长期会有一个比较自然的5%到6%的年均增长率。利率低的时候，房价会涨得更快。比如加息前的2021年，多伦多房价平均一年涨了17.8%。同理，利率上升的时候，会在自然涨幅5%到6%的基础之上叠加一个负面的 buff， 会让价格涨的速度变慢，甚至跌价。比如加息后的2023年，跟前一年比，价格跌了5.4%。在今年年初1月，多伦多房地产市场达到了最近3年的一个均价低点。在那之后，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上涨。加拿大并没有开始降息，多伦多的房屋均价却在稳步上涨，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有房子想卖，你可能会问我现在卖会不会亏，要不要等一等？如果你想买房子，你可能会问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上车，继续等房价会不会崩盘，等崩了再买是不是更好呢？要回答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崩，我们再来看看今年4月的年度数据对比。如果我们只看今年的月数据，销量上涨的同时，价格较1月份确实是上涨了12.76%的。如果我们看和去年同期的数据对比，2024年4月房屋销售量是7114套，与2023年同期相比，其实下降了5%。新挂牌数量16941套，同比去年大幅增加了47.2%。活跃 listing 数量从2023年4月的10373套上升至24年4月的18088套，同比增加了74.4%。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售价只是略有上涨0.3%，达到了115万6千。也就是说，持续的高利率虽然造成了成交量的下降，房屋存量上升，但是房价并没有继续走低，反而有小幅的上涨。我觉得这里面原因分卖家和买家两拨人分开讨论。第一，卖家并不着急低价甩卖，价格下不去。在我今年接触到的房屋卖家中，除了少数买了高价楼花现在贷不到款交接不上的，其实很少有 distressed deal， 也就是真的绷不住了，因为现金流原因急于打骨折出售的房屋。大部分卖家是一买一卖，有大换小的，也有小换大的，还有部分要回流的卖家，这些都是因为个人生活情况的变化而需要调整物业类型或者地点的。另一部分卖家卖房的动力则是因为长期投资规划的需要，希望调整 portfolio 配置。例如，我有很多客户跟随我的逻辑，卖掉老房子换新房子投资，来享受租务法对新房政策的红利，降低持有物业的风险。还有部分人杠杆过高，需要卖掉房子资金回笼的。后面这几类卖家本质上来说都不是半年内必须卖掉房子不可的，而是希望卖到一个合理的心理价格才会出手。所以即便成交量下降，即使很多人真的试图拿出来卖，想要割肉的人比例也是很低的。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交易量下来了，房价没怎么降。第二批人，房屋的买家，自住房需求强劲，投资人少量入场。在今年我聊过的买家中，主要分了以下几个派别。第一批人，新移民或者是首套房刚需买家。第二批人，上面提到的大换小或者小换大的置换买家。第三批人，投资经验丰富的房地产投资人。前两类所谓的刚需买房者没有什么可说的，自住房的购房逻辑就是不买最贵的，只买合适的。虽然很多投资者目前都是一个持币观望的态度，希望看到明确的降息信号再下手，但是自住房买家在22到23两年的房地产市场低迷期后，很多人已经按耐不住了，需要下手了。毕竟结婚、养娃、工作变迁，生活是不等人的。
自住房买家其实调整空间并不大，该买还是需要买的。顺便说一句，今年我的团队已经为11位自住房买家挑到了心满意足的物业，并成功捡漏了。如果有需要，欢迎这边联系我。和自住房买家不同的是投资人买家。众所周知，我是一个基本上在投资上 all in 房地产的投资人。我投资房地产的思路是随时买，争取每个 deal 捡当时的便宜，实现战术胜利，而不是苛求一定要买在最低点，实现战略胜利。我每年年末都有公布自己投资了哪些物业，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去看看我之前的视频。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投资人噤若寒蝉，不敢入场。但是我的客户里还是有一批投资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跟我一起低位买了一批物业的。这批投资客户普遍是比较成熟且资金相对充足的投资人，通常有不止一套投资物业购买经验。他们的逻辑和我很像，市场早晚是会回到并超过之前高点的，这只是时间问题。加上目前 condo 以及个别高质量楼花都是因为 oversupply， 价格达到了一个很久没见过的低点。在目前房价处在价格相对低位的前提下，借贷利率虽然越供高，但是利率也是迟早会降的，而降息房价就会涨。那么今天买就约等于黑五在购物。综合利率小亏房价大赚的逻辑，在今天的市场里买投资房其实是划算的。当然在这个时间点，有资金实力并且有胆量在高利息市场里捡漏的投资人，在总的投资人里比例是很低的，所以投资人是目前市场买家里的少数人群。综合看下来，自住房买家撑起了今年房地产的市场，很大比例人是去买了独立屋。由于独立屋整体价格更高，交易比例提升，也间接拉高了平均价格。虽然价格上去了，投资人却整体没有回到房地产市场，所以交易量是持续低迷的。怪象3 ，Condo 和 House 市场冰火两重天。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分市场。Low rise 市场是一种情况，这包括独立屋、半独立屋、镇屋。这些房屋的库存其实是很低的，他们仍然以非常强劲的价格在销售。好地段的这类物业能抢起来 offer。Low rise 物业目前处在我们俗称的卖方市场里。另一方面，二手房公寓市场库存仍然在不断的增加。4月末的房屋库存，独立屋是 2.4 个月，半独立屋 1.3 个月，镇屋 1.9 个月，而 condo 则来到了 3.2 个月。这个库存数字指的是现阶段市场的库存，按当月的销售速度去卖多少个月可以全部卖完。condo 已经比较高的库存 3.2 个月，其实还没有统计19到21年卖出最近建成的楼花转让市场里在卖的暗盘数量。这些在卖的楼花 assignment 转让也全加上， condo 的库存月数估计会来到6个月附近，所以现在 condo 确实不太好卖。最后的结果就是库存少的独立屋、半独立屋、镇屋整体卖的比较火爆，库存量大的 condo 基本上卖不动。视频的结尾，我猜屏幕前的你肯定想让我推荐一下现在应该干点啥。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市场环境比较复杂，处于快降息，市场快开始启动但又没有启动的前夕。不过什么时候开始降息，房价开始涨，并不容易精确的预测。具体要做什么呢？是要买还是要卖？我觉得还是要看你需要什么。如果财务状况允许，你又需要升级自住房，那么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买自住房的好时间。如果你有资金不想再买1年 GIC 了，在财务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买房投资。现阶段投资 condo 好于 house， 楼花好于现房，楼花的第一名是 Danielson Parliament。 如果你持有裸泳投资房，现金流压力山大，虽然可能的6月降息快来了，但是现金流实在熬不住了，一天也熬不住了。那么你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出售部分或者全部物业来降低杠杆。如果你还是不确定你现在的状况该怎么操作的话，欢迎这边联系我，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和财务状况帮你具体支招。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